玉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1949年，随着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歼灭，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3大战役也很快结束。国民党在3大战役中全部战败。我解放军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共歼灭国民党军150余万人，俘获国民党高级军官1000余人。但这些高级战犯如何处理，成了我军烦恼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有人提议应该杀掉这批战犯以儆效尤，以便祭奠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作为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顶着巨大的压力，特地来到中南海，向周总理和毛主席询问对这些战犯应该作何处理。现在看押在各地的战犯情绪都不是很稳定，这给看押单位也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同志们急切地想得到上级进一步明确的指示。周总理首先对某些同志提出开杀戒的想法做出了反对意见，毕竟优待战俘一直是我军的一贯传统，如果将这些人一一进行审判，那对国内国际都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毛主席也同意周总理的意见。罗部长看着2位领导都不同意开杀戒，更加发愁了，脸色都显憔悴了。但不能杀又不做处理，这也会让管理难以进行。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的关怀，又能解决各地关押的压力，毛主席决定将这些战犯统一关押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对于战犯的基本政策呢，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我们的政策是有病的治病，有伤的养伤，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在组织政治学习，参加劳动改造，待时机成熟以后根据情况提出具体意见，你们看好不好啊？毛主席把功德林的管理全权交由公安部负责，由罗瑞卿亲自挑选管理者代行入驻功德林管理，并改造这些战犯。在管理人这方面，周总理最有发言权，毕竟当初成立黄埔军校之时，他可是做了黄埔军校的老师，而这些战犯有不少还是他的学生，他深知这些学生的秉性，要想管理好不易，要想改造好更难。所以他特别注意提醒罗瑞卿功德林招生办的主任一定要挑选德才兼备的同志来担任。回到公安部后，罗瑞卿立马就去挑选合适担任功德林招生办主任的人选，但从手下给出的几个候选人名单来看，都不能让他满意。咱们说实话这都是好同志，但是光能干活不行啊，在这个岗位上，那必须要精明能干，不但要有文化，有较强的理论水平，还必须要有精准的表达能力才行。他们要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你如果不能以理服人，怎么着？到时候你还能打他吗？我知道了。最终在不断的思索后，罗瑞卿想到了以前的部下王英光，功德林招生办的主任也就此确定。外无援军，弹尽粮绝，你为什么不肯投降？我为什么要投降？就是因为你的顽抗，让许多的官兵成了他乡之鬼，那是一条条的人命啊！这是什么愚蠢逻辑？我身为党国的军人，效命于党国，杀身成仁。是吗？可事实却是，你的部下伤亡惨重，而你却好好的活了下来，毫发未损，这就是你所谓的杀身成仁吗？胡说八道！此时，这个接受记者采访又拿板凳砸向记者的人，就是刚刚在双堆集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即便现在成了我军的俘虏，其效忠蒋家王朝的反动信仰仍然坚定不移。早在淮海战役开始前，老蒋就命令黄维接替胡琏做上了12兵团的司令官。在淮海战役开始后，黄百韬被困碾庄，杜聿明救援力不从心，老蒋只能紧急调派12兵团赶赴淮海战场，以便加强徐州的力量，全力救出黄百韬。但不曾想，一路北上的12兵团却被包围在了双堆集，
只会按兵书打仗的黄维不懂变通，又不听18军军长杨伯涛的劝阻，决定等待救援。但国军一向是有军有难，不动如山，再加上老蒋当时已经无兵可用，到最后只能看着包围圈逐渐缩小。当黄维反应过来等待救援已无希望时，决定违反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弹进行突围。1949年12月11日，老蒋、顾祝同和空军司令王书明秘密制定了一个海侦1700计划，即由空军向双堆集解放军阵地投掷代号为钾弹的糜烂性毒瓦斯炸弹或代号为乙弹的窒息性毒瓦斯炸弹，打开缺口并阻止解放军追击，掩护黄维兵团突围。此计划只有黄维、胡琏及兵团正副参谋长、第3处处长等极少数人知道。根据黄维在自己回忆录中说，到预定的日期，也就是12月15日，王书明再次乘飞机来到双堆集上空与他通话。王书明表示情况有变化，现在不能按计划实施了。黄维回答说，既然你们不能按计划实施，我只能断然实施了。南京政府可能是迫于国际的压力，不能大规模投掷毒气弹来掩护12兵团突围，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空军给12兵团空投给养的时候，已经空投了一些毒气弹。黄维打算用这些已经空投来的毒气弹自行突围。为了使投放毒气作战达到效果，国民党空军还在己方战场上投放了300多份说明书，说明钾弹和乙弹的性能、如何使用、如何防护和注意事项。与此同时，国民党空军陆续空投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约20-30箱，一共有200多颗毒瓦斯弹。这些毒气弹药黄维都交给了主力18军。12月12日，解放军的战壕挖到离黄维兵团前线不到300米，潮水般的部队后浪推前浪地涌向地方阵地，攻势凌厉，眼看阵地就要失守。这时，国民党18军11师向冲锋的解放军猛烈地发射毒瓦斯弹，瞬间，解放军的冲锋部队消失了，战场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这种骇人的沉寂一直持续了很久，整整一夜，再也没有看见解放军发起冲锋。毒气弹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有人来不及防护而牺牲，有人被毒气弹熏瞎了眼而双目失明。一向坚韧如铁的刘伯承看到受伤的士兵惨状，也不禁潸然泪下。尽管如此，黄维的部队仍然无法突围，被我军牢牢地钉死在双堆集，最终也无法避免当了俘虏。当黄维被押到火车站移交给看押单位时，等待在火车站，脸上被毒气弹熏伤的中野官兵势必要将这个残忍的国民党军官就地正法。把黄维交出来！你把黄维交出来！把黄维交出来！我们要见黄维！动没动？我们要见黄维！什么叫？听我说！我们要见黄维！都听我说！为了安抚群情激愤的中野官兵，负责看押的人员保证黄维一定会受到应有的处置和审判，这些受伤的士兵才就此善罢甘休。